嗨，欢迎选择第一组的伙伴们。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感情的主题，就来看看一下你心里现在在乎的这个人，或者是说你们已经在关系内，或者说暧昧里，单恋也可以。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底下，他们是怎么看待你的？他们有怎么的一个感觉？对你有什么样的一个企图或者是计划？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首先，神谕卡已经抽出来了，这是你现在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一个状态，这是他们的状态，然后你们真实的状态在中间。然后字卡，今天给你们抽了字卡，他最后想对你们说什么？抽了4张卡，这我们最后来看，把它放在一边。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你们现在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先看看你这边哦，你可以当做一个验证，如果对应到就可以继续的看下去。如果这种感觉不是你现在所感受到的，那可以重新选牌组哦。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组的伙伴们，你们现在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们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女孩，她似乎有点朦胧，有点恍神，不以为意。我觉得这种不以为意是好像已经安静或等待太久所产生的一种，不只是你感觉上的停滞，身体或者行动上的停滞，你的心智甚至都有缓慢下来的感觉。就是你看着远方，但是你不太确定现在该做什么。但是你们并没有放弃哦，因为看到这个女孩，她其实是在思考的成分居多。这更多的是一种深层的去搜寻自己内心到底在这个感情里面想要做什么，想要得到什么。但是其实蛮美，我觉得这种美是一种很独自的美。说即便你现在是一个人，但是你并不会过度于消耗自己，还是尽量让自己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去获得一丝一点的对感情的一种体验吧。我可以把它当做体验吧。我觉得如果你们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再来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对象，他似乎积极了一点，但是那个积极，我所谓的积极是他好像在找东西，好像在收集资料，然后好像在看什么东西，看一些 paper 或一些文件什么的。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啊，意思是指说他不排斥你的任何东西，他不排斥就表示他其实接受也是看待的。你们两个感觉有点像，就是说你们都是在臣服在目前的一个情感状态底下，但是又没有任何的条件或者是说动力去积极的促进这一份关系。这是现在的一个难题哦，就是你们双方都在比较宁静跟静止的状态，但是你们的心情并不是静止的，这非常的明显哦。你们试着看这2张图，这个女孩的眼珠啊，其实是看着这个男生的方向，你们可以看得到，可以感觉到，而这个男生面对的方向是这个女生的方向，所以你们都是在内心里面暗自的去想着对方的事情，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去思考彼此，这有点太淡定了。那我们来看看你们中间实际上你们应该是怎么样的状态？哇 ，fighting， 战斗啊，为你所想要的、你所需要的东西去战斗、去争取，就像这女孩一样，出拳。所以我刚才是说，你们虽然表面好像风平浪静，但是你们的内心充满着动能，想要往前的动能，很大的力量都在这里。可是为什么让你们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想要了解一下，我们来用神谕卡来多做一些了解，针对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边出来3张卡，这个是叫做分散注意。
故意看窗外，明明在工作，没有在工作，被窗外的东西吸引了。跟这女孩，这女孩也有点像在分散注意，默默的分散注意。我觉得啊，你们故意让自己看起来很安静、很淡定、很在这个关系的状态以外，可是啊，其实你们就在关注的这个人、这个对象，而且是用不着痕迹、不透露迹象的方式。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子。如果你们对这个感情有期望，应该去做。但是为什么你们会这样子？很大部分我认为就是这个不要说男生阳性能量这边，因为这阴性能量，很明显就一男一女哦，所以我们就阴性能量跟阳性能量很明显的在这边可以看得到。阳性能量在这边的这种思考跟琢磨，跟这种慢吞吞的感觉，可能就会让你有点不太敢表达自己。你一定也在观察，看看偷偷看他在干嘛，然后就慢慢假装他自己在学习，在研究。这边出现的是奉献。就像有一个家庭主妇，有没有为家里煮3餐啊、准备啊，然后非常有光辉的，做他的事，做他的事。阳性能量似乎很善于认真这件事，不管是他工作上认真或情感上认真，说他对一件事情的认真，他喜欢安静的研究。奉献，对，奉献更多也是我没有嚣张的把它展现出来，我没有很热情、很活力的去表现自己，我都是默默的，才叫奉献嘛。所以他似乎在对你们的关系奉献什么，只是你们感觉不到。我觉得他在奉献一种观察，一种专注你们之间可能的发展，就更多是这样的。你看这fighting，就算你没有这种感觉，他起码也有。在这居中，你看这个女孩，她是看向前方的，非常专注，奋斗。这张直接是奋斗，完全符合这个。OK， 好，我大胆的预测啊，你们这份关系需要一份力量，一份冲动，一份奋不顾身去进行。你们两个似乎都在等待。非常有耐心的一对啊，我们第一组宝宝，来，我们来看看塔罗牌要想讲什么。你们现在的关系啊，他还想要塔罗牌想要告诉我们，看到第2张没有？你们两个很妙啊，太妙太妙。好了，出现了，你们现在什么关系啊？现在的状态啊，从上面已经大概知道很多了，我们再来知道一点更细节的来看看，这边有一个圣杯的4号牌，圣杯4号牌跟一个圣杯的6号牌，过来是金币的9号牌逆位，2张逆位牌中间是一个正位牌，但是2个逆位跟中间一个逆位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就是一个感觉的不平衡啊。你们现在什么感觉不平衡？我觉得很大的原因是你们都在过去的某一种想法里，不管你对现在这份感觉或对这个人这个对象，你们彼此都有一种在琢磨，我在判断，但是你的这种希望你们又不敢表现出来，你们有一个希望在你们心底，但你们的希望在期待别人可能先递出那个橄榄枝或递出那个圣杯，就像这个有没有一个人递出了一个海螺，他是递出海螺，他虽然不是圣杯，他虽然是圣杯啦，应该这样讲，然后但是他用海螺的形式去表现的时候，是更多的是什么？海螺不是很多那种声音从里面传达出来，或者用海螺去吹出号角的那种感觉，就发出声音，发出内心的声音。所以有人想要给你们这样子的一个讯息跟交流，但是大家都似乎都在隐蔽中，大家都不敢去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对，甚至是别人在渴望另外一方给彼此给自己，你要给自己这样的一个声音，所以情绪是非常的期待又非常的飘忽的，这是在你们这个感觉里面非常明显的。而中间出现了一个圣杯六，圣杯六号都是一个比较和谐比较宁静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一男一女是不是表现得非常的有爱，
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给予哦，需求是非常的饱满的，然后索取的东西也非常的自然，很自然的。你不能说这是予取予求，而是更多的是我愿意给你我想要给你的，这是这张牌更盛大的意义。所以你们的内心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要给对方付出奉献，有没有？还有你能够也回馈我什么，是这种感觉，让你们就一来一往。我相信你们在很多感觉上是比较两小无猜，你们是比较有一种童真、天真、浪漫的情怀在你们这一组当中，所以你们这一组的感情，我觉得会比较年轻一点。不管你们现在几岁，现在的这一份情感都会比较精神层面上是更讲求的一种感觉的来往、感觉的交流，而不是那么现实，或者是说经济面啊，或者是说环境条件的各种因素去考虑出来的一种恋情，而是不由自主的发展对彼此的感情，是我想要你，我想要需要这份感情的这种连接去促进你们之间的关系的向往，更多是这样。金币的9号在这边逆位哦。这很多时候也是你们在强力的让自己独立哦，让自己在这份情感里面能够更独立自主，不用去被彼此影响。但是你们想必都被影响了，因为已经逆位了，没有办法那么独立在外，置身事外，很想要安静的在自己的空间里面好好的去等待，都有点困难，因为这种光辉，这种快乐，这种愉快啊，其实是在绽放，很难去用现在的行动去压抑，或者用现在的想法去抑制，所以很不容易啊。你们现在都一直在压抑啊，这现在看来的都是压抑的能量。我们再来看看啊，你们现在这一个对象，他现在啊，他希望你怎么做？你自己怎么做？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反正就是我觉得冷眼旁观，故意装得很淡漠、很冷淡、很淡定。但是他呢，他的情绪上，他希望你们怎么做？这个题目，他出来2张，这2张我该怎么？就让他出来2张。我们来看看他希望怎么做。这边出现的是一个倒吊人的逆位。倒吊人逆位很明显啊，希望你不要再倒吊人。倒吊人这么看，好像在做瑜伽，在做冥想啊。淡定，对，他一样有感觉到你的淡定哦，你的冷，我觉得这不是冷漠，沉稳。我觉得更多是沉稳在自己的某种修炼里面。他希望不要咯，可以稍微恢复一下，站起来了。我觉得他希望你在你的那个空间感里面。那种独自的那种，你不可以说边界了，你自己的安全舒适区里面，是不是可以出来一下，见见他？他希望你动，他自己又不动的是。那中间呢？中间是一个宝剑的8号，宝剑8号的逆位，希望你不要困住自己。他觉得你困住自己，这个女孩的确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啦，但是我不确定你们现在是不是也在淡淡的忧伤，因为这是某些大众能量里面可能有的这些成分，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或许你有某种忧伤，或某种过去的东西在束缚着你，然后他有发现，他也有感觉到，他希望你能够不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里继续的执着下去。逆位了，希望你能好好的看待自己，外面的自己，而不是被捆绑的自己。希望跳脱出来，不管是针对你们彼此现在感情的关系，或者是说对你自己的一个认知，或对你自己的一个理解，甚至是宽容，他都希望你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个感觉是不错的。他起码看到你某一种你很私密的情绪点，然后希望你能够释放，不管那个情绪点有没有关于他，就看你们现在的一个什么状况，自己来做一个判断。我认为他都很希望你在这样子的一个包袱里面出来，跳脱出来，然后跳出来干嘛？宝剑6号疗愈之旅啊！而且这种疗愈，你没有觉得这个男孩
他是笑容的，然后这个一把一把的尖，就像他心里的那种火光一样，是金色闪耀的。他看着这个女孩离开，我觉得那个女孩不是希望你离开，是希望过去的你某些阴暗面，或者是说比较低潮的一面离开，然后赶快的恢复正常，跟这个几乎一样。这3张牌讲的一件事情，他希望你怎么做？开朗一点，开心一点，然后朝向自己更好的未来，不一定是要为了他。我觉得他有这种感觉，奉献在这里。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阳性能量的情绪跟感觉啊，是更大公无私的。不管你现在对他有一个怎样的感觉，他都希望你在你现在的一个束缚或者一个干扰、一个难过或者过去不好的经验里面，都赶快出来。你们如果在这样的情绪里面，他看到了，他真的看到了，他希望你这样做。好，我们再来看看，那后面在这样子一个新的恋情，我们来看看哦。他会希望你们的恋情怎么样的进行，怎么样发展，有什么期待？我们看看，期待很重要，对不对？有什么期待？哇，第一张就很粉嫩。来，再来，直接跳两张，还飞出来了，动作很优美。哇！第一张啊，权杖的王牌，权杖王牌，你有没有觉得很缤纷、很亮丽？花朵捧在手心的花，希望你们之间的爱滋长，缤纷、美丽、幸福，充满着希望，而且要有行动。希望权杖象征的绝对都是行动，热力、热情。有太多事情值得你们去创造，值得你们共同去发起、去营造、去进行。非常期待这样的事赶快发生。蝴蝶，两只蝴蝶还是一粉一蓝，有没有？非常象征性的你们，一阴一阳哦。然后我觉得这个手啊所培育的哦，不只是希望，更多是说，真的把你们两个的心交织在一起，就像这棵树一样，共同的成长出来。那份爱，那份感觉，很明显。然后第二张，哇，第二张也是一个宝剑的国王哎，宝剑国王目标掌控，然后达成，就像这个很英勇的猎人一样，老鹰精准睿智，分析力、判断力、决断力、沟通力。所以未来要希望你们怎么发展？除了一份爱的连接很清楚、很向往的那种心情的愉悦以外，沟通清楚明了，然后很明显、很清晰的，而不是模糊不定的，充满方向感跟目标感的。这个国王会拿出这样的一个实力出来哦。如果你不动，他可能会先动。然后这边有一个。这个权杖的8号牌啊，比较尴尬的，它竟然是逆位。权杖8号逆位有2种可能哦，就是他很想快，他希望快，他希望赶快达成，促进现在前面这2张牌所说的，但是他又不敢。我觉得他的不敢很多顾忌在你们这边，他在担忧你这边会不会太push你，会给你压力，或者说他太明显，或者是太过于热烈的情感会吓到你，都有可能这样，所以他会慢，他会压抑，他不是要慢，他本来不是要慢，他想要快，但是他要压抑，他必须压抑，这才是逆位。但他希望你们未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步调，是非常有期待感的，我觉得很好。他的行动跟那个魄力都在这里，所以我们来看看。他想对你说什么？这4张牌 ，You are right， 你是对的，你什么是对的？你看看你们之前曾经说过什么？这个字卡我就不多做解读了，因为这个就字面上的意义。我不想失去你。OK， 4号牌象征的都是全然的稳固。安定感、安全感，4号4根柱子嘛，4颗心，通通都是那种感觉，都是
4嘛，就像我们的桌子四根脚一样，非常的稳固、稳定的概念，所以他不希望失去你。我想我们应该 slow down。I think 他想他一直在替你想。我觉得他的 slow down 也是因为他觉得不能快。刚才不是说不能快吗？果然非常对应，他不敢快。最后一个是，你是如此的特别，不用解读了，完全字面上的意思。我觉得我们第一组有一种很隐藏的爆发力但是这种爆发力完全取决于你什么时候爆发。他已经爆发，他只是在隐藏、在掩盖，然后完全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才会去进行的一个感觉。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有一种清晰，然后动力、活力，准备要爆发的感觉。希望这个真的你们就是可以显化成这样的一个能量成功。然后这个女孩希望不要再独自的在一个自己的框框里面。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的话，让你们的能量动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感觉。OK， 好啦，这是我们第一组的讯息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一样截取你有收获、有感应的部分，改造更好的自己。然后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嗨，欢迎第二组选择我们第二组的伙伴们，大家好今天来做一个情感的主题关于现在你想的这个人、关系人、你在乎的人，这个对象，他们在现在的交流情感里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他们怎样的一个企图或者计划在你们身上？我们来看神谕卡跟我们的塔罗牌可以透露什么讯息给我们，让宇宙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首先会有你的感觉，你现在这个情感里面你是属于怎么个状态？那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状态？那你们真实的状态又是什么？然后最后我们会有字卡，抽出了4张字卡，我们最后再看，最后来揭晓他想要对你说什么。先放在一旁。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你们在这份关系里面你们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垃圾桶、丢弃、垃圾、处理、截断，这似乎是有一种清理的动作，所以你们可能在清理某些事情，尤其在这段感情里面跟这个人、这个关系人，你们想要处理掉一些事情，要丢弃掉一些。你们可能在这个情感里面或在这个关系里面得到了某一种不好的感觉，然后也发现到某些弊端、肮脏，或者是说不好的习惯或内容。我所谓的内容是你可能发觉到彼此之间有哪些不合适，或者是说某些秘密被你揭露，或某些真相慢慢的浮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现在在试着让自己做一个清理的动作。你觉得这些东西必须要清扫，不能让这个房间、心里的这个房间越来越阴暗，或者越来越杂乱。不管是哪一种声音，你都已经拿出你自己的勇气想要面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我觉得处理垃圾丢弃很多人都害怕丢，但是断舍离就是我们现在人生最应该学的一门功课不然你的心里的东西、杂物跟废弃物越来越多，怨念或者是说干扰一直充斥着你的心的时候，这种感情是很难持续下去的。所以你非常知道这一点，所以你预计要清理的，这是在这边所看到的能量。这不代表全部如果你现在不是这样的情绪里面，这可能就不是适合你的，你可以重新再选牌我们这组的能量目前看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你们的对象又是怎样的一个情绪，你可以当做一个验证他的情绪跟你们也差不多，但是他更彻底的毁坏，他已经玻璃裂开。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你不能说它是废墟，只能说这个建筑物里面某些地方破了，重要的东西，应该说隐蔽或者是说隔离的东西被破坏，可能有一个东西被本来保护得很好，或者是说被隐藏得很好，
被揭露，就像刚才说的，因为破了嘛，展露出真相，或者是说某件事情的决裂造成一些伤害，无法弥补，这些玻璃没有办法再恢复原来的样貌。但是这样子的一种边际，因为本来隔着玻璃还有一层边界，但是现在打破了，虽然看似破坏，但是也等于交流的会更加的顺畅通畅。从正面的来看也是这样，这是一个从内心里面去破坏的概念哦，打破僵局，对，也有可能。应该说，宁可让这样的东西重新的打掉重练，也不要再让它持续保有它伪装的美好。对，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在里面，这有一点红红的火光，不是火光，这个是不是砖块，红色的砖块在旁边，有打造啊，重新砌造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心情，他的情绪，就你们两个现在在一个怎样的情绪里面，好像有一点挣扎，有点要重新开始，重新处理掉一些东西的感觉，很明显在这里。那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抽牌的时候出现2张，所以我2张都看。你们的好像很沉重哎，我们第2组的能量，你看这个，这是认知哦。这个男人哦，抱着头哦，他似乎有点痛苦，失去了什么的感觉。这种认知是扎心的，是令人难熬的，是不舒适的，搞砸的感觉。对，有一种这种感觉，搞砸了，没有办法，而且还真的搞砸。第2张牌出现这个娃娃这种玩具，是不是有点坏了？跟这个，但是它不到丢弃了。你看这娃娃并没有到丢弃，只是毁坏了。所以你们都有一种决裂、一种受伤的感觉在你们的氛围里面，不管你或他，或者你们共同之间，都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们出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后面再用塔罗来深入了解，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我觉得你们有一种很过去的记忆，你看这个像玩具的东西，表示有童真嘛，然后有一些童年的欢乐，所以你们也有一种年龄的，应该说很青梅竹马，很年轻，或者是年纪很小的时候，你们可能就认识，或者说你们认识的时间很久远了，有历史性了，你们关系也有可能是这样。所以这种决裂，这种搞砸了，才会更加的自责。我觉得这有种自责的感觉，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都有这样子的自责，但是都是有点悔恨在里面。我希望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帮助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在这样的情绪里面跳脱出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再用另外的神谕卡再来分析一下，这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这3张牌再给我们一个深入的，宇宙再给我们一些指导，看看有什么要让我们知道。再来2张，你凑好一起看。太多了，再来1张。好像很多话要说，你看又出来2张，那就这2张了。一直说不要出来太多，那宇宙的能量好像一直爆冲。最后这2张我们一样，最后2张我直接看了，因为有看到重点关键字了，什么？让他离开 ，letting go。我觉得很多情绪要让他离开，你们这种修炼打掉重练，我觉得都是必须的。现在看起来都是必须的。那这是一个懒散的意思。让什么离开？让不好的东西离开，懒散，或者说不做动，不做主，不行动，不处理这种东西，让它离开。我觉得是这样。这2张是同时跳出来，那前面这2张，前面2张这个是合作，有没有？其实还是希望合作的，希望能达到共识。你看这两只蜜蜂吗？那像蜜蜂，我觉得像蜜蜂，
在那女孩的头顶上啊，蜜蜂都是象征殷勤的工作嘛，殷勤的处理，有没有？就是要刚才不是说要让这种懒散、这种停滞离开，不要再干扰你们。我觉得这有很大的意义在里面。然后你们啊，我认为阴性方这边有更大的合作力量，想要重新的把这样子的连接再打造起来的情绪是比较高涨的，很多。然后阳性能量，因为我们现在看这种牌面的排列的组合的对应的时候，这种对照，你可以看到阳性能量这边的破裂，这种内心的重新的边际感的消失，他是希望把一些他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去做到，甚至把你们过去的事情给散发掉。他在处理他内心的东西居多，但是你们现在当然也在处理内心的东西，但是你们已经更跨出一步了，是更想要赶快合作。中间是直接是情绪的能量，这是一个海螺的图案啊。海螺你看很多在动画或者卡通或者说电影里面的这种象征，都有一种聆听遥远的声音，好像你听着海螺就可以听到什么声音传来一样。内心的，我就是内心彼此内心世界的声音，这种情绪的交流交融，有没有？就像螺旋一样，你们都纠缠在一起。我觉得你们的能量非常的，虽然有点凝重，但是你们都有一种重新要赶快在这样子的纠结、这种打结里面把它抽丝剥茧，把这个问题把它解决的感觉，你们都有这样子的冲动。所以我觉得这个起码我觉得看来是好的，不会去想要拖延嘛。然后想要让这东西就算了，就不管它，不是这样的情绪。我觉得这样子的牌面看起来，我觉得是 OK 的。目前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有挽救的机会。不管你们现在，你打包的怎么样，把你的情绪打包怎样，或者他们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就是阳性能量这边是怎样的一个处理的程序，我认为你们都有进步的空间，很大的进步空间。我来看看啊。好，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你们的问题点。他现在的感觉是这样哦，意识也很清楚，你们低子的意识。那我们来看看你们的障碍，他觉得你们的障碍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对象觉得你们的障碍是什么？因为你们看起来是有障碍，我觉得我想要了解一下障碍是什么。障碍是什么？那我们方便去做一番处理哦。去显化一个更好的能量，去改造。障碍是什么？第二组的障碍是什么？你不想给牌吗？出来了，他过来把这边撞成正。我的感觉是什么？我的感觉是啊，他觉得障碍是他没有办法前进嘛。有没有？他这个本来刚才是逆位，你还记得吗？一出来是逆位，这个是一个宝剑的骑士的逆位。宝剑骑士是怎么样？就是说我要向前去解决我的难题。有没有骑着欧多拜的这个叫做摩托车？有没有带着他的宝剑？带着他的清晰度，带着他的敏感度，带着他的理解，去促进你们。就骑着的车就是要往前进，行动快很准，绝对要的，这是骑士的精神。但是他逆位了嘛？他障碍是他没有办法去突破这样的障碍，而这样不能突破。刚才我们这张出来的时候，不把它撞成正位嘛？啊，这边刚好就是一个女孩，而这个女孩是谁？这是一个金币的女王。金币女王去把它撞成正位。我这边看到的一个很美妙的一个现象就是你的落实性啊，跟你的一步一脚印这种行动，这种安稳，这种沉稳，你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女王的代表。我相信你们比较成熟，你们可能比你们的对象来的成熟一点。不管是你的年龄，你有可能，或者你的心智比较成熟，即便你比他小，你有带着一个很高的稳重的力量跟品质哦。
你可以带领这一位骑士去转正。刚才他撞上他，所以我要把他转正。女王，你的能力是有办法让他回正哦，让他把他的方向抓清楚，弄清楚方向。即便他现在没有办法去促进，但是你是有办法达成的。然后中间这张牌是什么？这又是一个权杖，这个是金币女王，这个是权杖女王。权杖女王的逆位，你逆位了，所以我看到什么呢？我看到你们的障碍是啊，这位阳性能量非常需要你们的促进，你们的主导，他才有办法前进。这两个女王在这边的能量是非常大，她只是一个骑士，她是受你们所控制，而且她也甘愿被你控制。只是如果你愿意控制她的话，但是我讲的不是操控，是指给她当头棒喝，给她的那个适度的一把力量也好，一个认可也好，一个鼓励也可以，就让这个骑士可以动起来。我觉得他的障碍在于，可能你们现阶段没有这样子的原来该有的动力跟动能给到他这边的时候，他现在就有点慢下来，他不知道怎么决定。可能因为你在清理，你可能在清理，你可能有看到他哪里不爽的地方，或看到这个感情里面有需要整理的地方，需要改进的。你现在在思考，他现在也不敢乱轻举妄动，因为他如果觉得我可能做错什么，他还不是那么清楚，还没有拿捏到的话，他当然不敢动。但是你现在只要你行动，我认为他马上就会动。而且你如果是给他是正面的，当然如果你的判断之后觉得这个就的确要全部都丢垃圾桶，不要再继续这段情感的话，你的行动他也会配合你，等于说他完全会看你的状态，看你的行动而行动。这是你们目前所看到的一个能量。那我们来看看，如果你行动了，好，你真的就给他一个，不管你的决定是什么，总而言之，你给他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结果，一个感觉之后，他会怎么行动，他就会怎么做。我们来预测一下，他会怎么做。如果我们的2号宝宝，你们当一个主导者去促进这个感情或者这个关系的时候，哇，他们会怎么行动？我来看看他们会怎么行动。这个牌实在是又出来2张。好，你们的牌都会比较多，那就出来2张。他会怎么行动？你知道吗？这边出现第一张是那个节制牌，他就会开始调配他自己了。有没有阴阳会调和好？他会在这样的运作里面去适度的展现自己。在这份关系里面，或在这样子的进程里面，他应该做什么？他会去做最好的一个示范。就你示范之后，他就会也跟着做下去。他有这个心去做这样子的融合跟调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都是正位，表示都是好的，就朝好的方向去发展。然后他会怎么做？这边一个那个圣杯3的逆位是代表什么？是他不希望失败，不希望这种欢乐是失败，他希望是成功，是大家希望和和乐乐的去达到这样的圆满，一起开心庆祝的概念。圣杯3都是欢乐的意思，然后这也有可能是第三方的人，可能你们之间的朋友，或者是说你们的亲人同事之间，你们认识的人的协助，这样去帮助你们做这样子的达成，也很有可能。可能这样的达成的力量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高的议题他想要去做这样的协作。目前可能没有办法很融合的做得很好，但是他的期望是这样，所以他会去做这样的行动。一旦你做了，他会去做。然后之后呢，他会怎么样？这边有一个隐士牌的正位跟一个宝剑2的逆位，他会从你的身上看到宁静，看到方向，
然后自己就会有方向。他本来会没方向，应该不是说本来没方向，本来他就在抉择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因为你的行动啊，他这个抉择，他就反过来表示他不用再抉择，他马上就会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就像这个隐士牌一样，他可以好好的停下来，去看看现在的关系，现在的进程该怎么做。而这样的能力很多是来自他看你怎么做。我刚才有强调，这个很可能就是你，隐士反而是你。但是你的隐士的这种安定的力量，刚才说你不是金币女王吗？你这种安定的力量也会带给他安定，所以他的安定会来自你的安定，这个成分非常高。所以你们真的是一个这个关系的主导能量的主导者，非常大的原因都是出在你们。他们不太敢在这个状态或现在的情况里面去做任何事情，完全是要看你们怎么做，他才敢去做。我觉得更多是他才敢去做，而不是他不想做。来看看他最后想要说什么，他的话之前先说出来。倾听你的声音，他还是尊重你的，让你听你自己的内心怎么做，他会尊重你。你会选择我吗？刚才不是说他很怕吗？他完全看你怎么做。我真的完全对。你会选择他吗？见，清晰，而且1号象征可能新的可能新的发展，也有重新来的感觉。见，也有快刀斩乱麻，有没有？也是这种感觉。一把剑出来了，把清晰度，把那种明确度都展现出来的感觉。最后一张，我能成为你的英雄，宝贝 ，baby。他可能真的比较是一个可爱的人，我觉得，就是年纪也比较，我觉得也某种天真浪漫吧。他希望成为你的英雄，但是他可能现在有点办不到，因为你可能比较强势，或者说你的基础比较好。我所谓的基础是可能你的个性品质，或者是说真的是实际的外在条件都比他好，有可能是这样。所以他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自信，但是他还是希望成为你的英雄，这是他的内心话。OK， 这是我们第2组的能量，虽然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感情是可以继续下去，你觉得这个人还有可取之处，他还是有他的优点的话，你就去主导他，去往正的方向、光明、有未来、有目标的方向去前进的话，他会跟随你去达到你所想要做。即便他现在只是一个骑士的能量，但是他慢慢会变成国王的，那是可以锻炼的。起码有心嘛，他有心啊。如果你愿意选择他的话，choose， 他很担心你的选择，看起来。OK， 这是我们第2组能量哦，一样的大众能量，选择对自己有帮助、有感应的部分，然后去改造更好的自己。然后希望大家在这样子的改造之后，可以圆满更好的未来，好不好？那一样给我按赞哦，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现在的想法，然后分享给大家。OK， 那我们祝福大家，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嗨，欢迎我们选择第3组的伙伴，大家好啊！今天要来看看啊，你们现在心里想的这个人啊，他现在对你们是怎样的一个感受、一个感觉？你们可能是在一个打结里面，或者在一个停滞里面，看看他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想法，对未来，对你们。首先我们会有神谕卡，这是你的感觉，目前在这个状态你的感觉，这是他们现在的感觉，而你们实际上的一个状态。牌都在这里，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他想要对你说的话。我们抽了4张，这我们最后再来揭晓。我们先放在一旁，最后再来看这个心里的话。先看看你们现在是什么状态。这个是叫做分开、离别、剪断。毁约、抛弃、违约，反正一个剪刀在一个这个报纸里面，这种剪裁有一个修剪的概念，这修剪也势必会舍弃掉一些东西。某些能达成的协议或已经达成的状况，你现在想要重新的修剪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种情绪的沉淀，在这份情感里面，在这个关系里面，为什么需要修剪？一定是有东西过剩，然后有些东西一定也是不足，所以你需要做一些弥补，一些就像剪贴布一样，剪贴成适合自己的东西，适合自己的内容。然后这也有一种回避暂时的回避的感觉。我觉得你们现在在思考说，现在的这一份关系是不是适合再下去，然后适合做一个结束嘛？你们甚至最差的状况已经想到，一把剪刀在这里，你不只是修剪，你有可能干脆全部剪了算了，不要了，毁坏有这种可能。但是这是最终的一个，不一定会发生，而是说你会考虑这个选项。如果在情况不是如你所想象，或者说不如你所要发展的时候，你宁愿就剪掉吧，有这种可能。所以修剪至少现在是必须修剪的状态，不是一个那么完美、这么 OK 的情形。在你们这边，你可以当一个验证牌，看看你们是不是在这样的能量里面。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到其他组别去看。再来，我们看看它的能量，它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控制自己，这个好像一个个纸，好像在做什么规划吧？它也在修剪，你不觉得很像拼图一样？这几个把它拿出来，然后它可能又再整理回去，又看不出这是什么样，某种报告、某些资料，它在做整理，然后它在控制，也是在控制方向的感觉。但是它有更多的是在做一种计划、一种选择。你看，有很多不同东西的选择，然后这个选择的基础是在于说，他想要控制结果，想要控制最后所呈现的感觉。你们有一个类似的东西，都有出现 paper， 所以某些文件或某些资料、话语，你们之间沟通的东西，是你们现在的关键因素。你们需要做一个整理。或许他说了什么话，或者做了什么，给你什么样的一个文件资料，有可能你们之间现在在做什么东西的处理。那我们来看看，那实际上你们又是一个什么状态？私密关系、私人关系，一男一女私下见面，这两个可能一个就是你们现在的关系不是在一个可以放在台面上去讨论的状态，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你们其实是暗自的交往，并没有，现在还没有到公开的程度，是这样。一个是不想公开，不能公开；一个是还没有成熟到公开，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难怪两个人都在一种决定、跟整理、跟控制方向的状态。但是你们的关系其实是亲密的，是有联合感的，这其实蛮特别的。这3张牌，我们再用神谕卡再继续了解这3张牌深层的意义宇宙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第3组的伙伴们关于这份情感？出现2张，好，那就这2张，再来1张。这边出现一个正义所以某些不公不义，起码你觉得不公平，你觉得受到委屈这边可能性很大，你希望得到正义。20号、29号、29号，2加9 11，对，也有这种正义的概念。如果这个事情会让你产生不愉快、不舒服，你势必要去修剪它，需要替自己争取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必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绪底下，我觉得是正常。如果这个东西真的是不符合你最佳的利益，甚至侵犯到你的权利的时候，你的确要拿出正义，你希望正义的来临。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你这边的更大的议题、更大的
前提就在于你需要正义的来源，你觉得你受到委屈，那他呢？他这边想要提倡做一些事情，跟他这边做这个计划，就是这个规划这种组织哦，那个对组织有点像。他这边也是在做一个所谓的提倡倡议，想要提出某些议题或某些方案的感觉很像。我在门口有没有？看看里面有什么状况，然后看状况我要提一些什么。打开门，打开道路，一扇窗，对，给这个东西，给这个问题一个出路。我提出一个观点，或提出一个 paper， 因为你们都是在有一个文件的，所以你们现在如果在打官司，或者说某些要争取什么，需要到法院之类的。或者是说公共的组织有权力影响的组织去判决某些东西的话，现在就是好像是个关键点，他会提议出一些想法跟内容，然后你这边可能会做一个判断，对自己最好的最佳利益的判断，这是一个这样的一种关系。这关系看起来有点深入。来，中间出现的是责任。这责任很像力量牌，因为狮子跟一个女人。责任，这边看到的是，如果你们本来就是一个地下化的恋情，例如可能双方都有家庭，或者说有一方其中有家庭，或者是说已经有另外一半，然后这个责任就变得很暧昧不清，在一种很隐蔽的状况下，但是他其实是想要付出责任。不管在他原来他的自己的家庭，还是跟你们这边，或者说你们的自己的家庭跟他这边，你们彼此之间都有可能这样子在做一个抉择，所以正义才会产生在这里。但是我觉得阴性能量这边可能会更多的是属于第三方的身份，你会被摒弃在一个比较不能见光的地方，这是有看到的。另外一个是说，你们关系没有成熟到一个程度，但这个关系因为某些议题需要被讨论，某些关系需要被厘清，所以现在很多责任的问题需要厘清，也在这里。现在责任都属于暧昧不明的状态，所以可见的你们就会有点交集，也是正常。难怪你会来看占卜，因为你们这样没有办法明确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在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但他们已经要提出倡议了，提出他们的想法，这是这边看得到的。那我们再用塔罗来做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一组的能量比较特别。我们现在的这一份关系里面有什么东西还要让我们知道？再来2张，再来1张。你们出现的第1张牌其实还蛮好，第2张牌也不错哈。出现什么东西？出现这一张牌是我们的权杖的5号。权杖5号是有争取有要保卫自己东西的概念，而且是在阴性能量的下方。如果这样对应的情况，你果然在保护你自己该有的东西，你该有的利益。你在争取，你希望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你能够争取成功，就像这权杖一样。这要付出勇气跟一些力量，其实不容易的哦。如果是以阴性能量这边来看，你会更辛苦，你会需要去做一些努力、一些抗争。可这样的抗争，其实你并不怕。5号其实也是一个勇敢的牌，他不怕去做抗争，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据理力争，夺回我属于我的东西，这没有错。然后中间这边出现的是一个恶魔牌，恶魔牌的逆位所以这关系里面是剪不断理还乱，对，想要整理都很难，因为你们2个在很高度的一种魅惑底下，这种魅惑包含情感上、情绪上的交融，然后生理上的吸引，这种是到了一种非常难分难解的地步，而且是逆位的话，不是加重就是不要。可是我觉得你们不是不要，你们已经是加重，已经到了
迷恋，甚至迷恋的状态，这个可能性很大。然后中间这个责任就变得非常的暧昧了，到底要怎么去厘清这样的一个暧昧的责任，会非常的艰难啊。如果又在环境或者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底下，你们就会很难压抑这样子的一个情绪，一个欲望的展现。然后你们又真的非常想要行动，这边出现的一个宝剑的骑士，宝剑骑士都是快、很准、精准的表达我的思想，表达我的意念，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的看法，沟通，都是强调的是有力的沟通。所以这边如果在阳性能量这边呢，也是代表的阳性能量就有这样子。你看，他果然是要倡议嘛，我刚才就说他要倡议，然后他也的确想要沟通。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你们这边不想沟通，就是阴性能量这边可能不是这么想要去做一个现阶段，他可能要先在观察，但是他想要去争取一个可以争取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沟通为什么会有一种好像他想要说服你的感觉，然后你们可能在挣扎。我觉得你们看出了一点，就是阴性能量这边看出了一件端倪，觉得某些东西可能不适合在现阶段去发展，或去落定，或者去牺牲。你还没有决定要做这样子的牺牲，如果你没有相对得到一些什么回报的话，我觉得这是完全 OK 的。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但是阳性能量会用它很大的力量去说服阴性能量，看起来是这样，很特别的一个状态哦。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希望你们成为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好不好？这样直接问最快了。你希望我是玩玩的吗？或者说你希望我们关系就只是一个永远把关系放在台面下吗？还是说，哎，我希望去促进，我希望我们是达到落定落实，然后有成果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我觉得现在在你们这一组，我觉得更想看到的是，他想要你们成为怎样的一个出来，怎么样的一个关系？第三组的来宾，他希望与我们的宝宝们成为怎样的一个关系？成功的关系，我觉得是你们的共同的期望，你们想要达到这样子的圆满成功。权杖四啊，也有婚礼的概念哦，落定落实，然后朝向合约性的发展。所以你们的正义或许会成功，如果你们在一个正常的能量的显化，现在就开始去把它导正某些东西。当然，你的利益绝对不能丧失，然后也要弄清楚自己的边界感。这个是我觉得宇宙想告诉你，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成功，这样的一个庆典的来临，大家欢欣鼓舞了吗？那他这边就是阳性能量这边，我觉得他也是想要促进你们之间的和乐发展，最终的关系良好的落定，这是他期望。起码不是想要什么讹诈你们或者欺骗你们，起码这边没有看到欺骗的能量，这点还可以稍微放心。然后中间这边出现什么？中间这边出现了一个权杖的骑士。这个权杖其实是很特别哦，划的船用了他的骑士的这个权杖往前走，有要往前走的能量。我觉得你们阳性能量，他很想要往前走，往前去进行你们带着他的忠心，因为有一只狗在旁边哦，所以他可能养一只狗也有可能哦。这个狗代表的是忠诚哦，他是带着他的忠诚去朝向你们前进的。所以这一份行动力，未来可以看得到的是，他希望做这样子的行动，这也是一个责任的展现嘛。我刚才说，最终还是要希望有责任嘛。中间这边出现一个责任的牌在这里，很明显的就是有这种情绪在里面。然后最后这一张出现的是一个权杖的6号牌，权杖6号牌跟权杖4号都是成功的意思，但是是逆位哦，还不确定是不是可以成功。他在害怕什么？在于你们的决定，所以他当然希望成功，对不对？成功这个能量就是全然的获胜，大家欢欣鼓舞，
这种荣耀，这种大家都吹捧，大家都鼓励，都替你们感到开心的这种状态，就是权杖六的一个概念，一种光荣的感觉，胜利的感觉。但是他现在逆位了，所以这一位我们3号来宾哦，他们在这个议题畅想里面，还是要再看看你们是怎么决定。他并没有那么把握你们会完全被他们所控制，我觉得。但是他是希望成功，这边是逆位。最后我们来看看他想要说什么。这想要说的话突然变得很重要，前面就已经说出来。你是一切，粉红色的哦。你真的很重要，对他来讲。你错了，你是一切又你错了。你在争取的什么东西，他认为不对，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或许是这样，还是说你错了，他不是你所想的那样，这有2种可能。再来，你有很多选择啊，你有很多选择。所以他知道你不会被他控制嘛，这个权杖六不敢马上正位也在这里，你不是可以被他完全拿捏的对象。他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你有很多方式方向可以去支持你自己，不是靠着别人的。所以你一定是一个很稳定的人，对他来讲，他没有办法全然的控制你。这边他只是希望有一点空间。有可能这个处理的让他觉得很压抑、很紧绷啊，需要一些释放，需要给他点时间、一点空间，不要再逼他。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要再逼他了，所以他希望他有一点空间，有一点缓和的机会在这个关系里面。虽然特殊啦，我觉得你是一个特殊性的存在，然后但是他也不敢过分的拿捏你们，这是一个好处，一个优点，表示你们有一个自己的独立性。所以这关系未来会怎么发展，完全看我们的3号宝宝、3号来宾，你们自己不是3号来宾，3号来宾他们没有办法决定你，是3号我们的宝宝们，你们怎么去决定这份关系？你们怎么决定这样的发展？你们自己对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最佳利益，你们想要拿捏到什么程度？这点很重要，完全也不要委屈自己哦。他也觉得你们不会委屈自己啊，但成功最后是可以达成的。如果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沟通协调，达到一个共识之后，你们会得到和乐的一个结果。这是我们第3组的能量。今天3组能量都非常特别哦。然后我不太好说你们是不是一定都在这样子的特殊能量里面，但是你们一样可以截取你们自己有收获、有感应的部分，去改造更好的自己。我还是希望你们大家幸福快乐 ，OK？ 喜欢的给我按赞，然后给我留言，告诉我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分享给大家，然后大家互相的鼓励，给大家彼此之间，如果在这种打结或者说很难决定的一个情况下，也能够帮助大家做一个决定。好。再次谢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